能成大事儿被顶美倒追的男人，骨子里都刻着一个字儿：犟。古往今来的艺术家啊，还有科学巨匠啊，哪一个不是对自己的事儿一犟到底的呀？不疯魔不成活。可到了感情里面呢，有多少兄弟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老好人啊，供养者？你收入是他10倍甚至是20倍吧，他随口一个想要，你连夜下单，你熬夜赶项目，连饭都没有吃，而在这个时候他给你来句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啊，你就得干嘛？你就得去哄他。你不是在谈恋爱，你更像是在迎合世俗。那到底什么是犟呢？说的直白点啊，就是把你之前创业干事儿的那种狠劲儿啊，那种单挑命运的魄力，把它用到感情里面去。当然我不是让你们去当钢筋啊，更不能去刚女人，记住啊，不是什么事儿都是要去跟女人争输赢的，而是你要敢于在关系里面去当那个扫兴的人，他才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男人确实有点东西，哪怕他自己第一反应是抗拒的，当然他基因里面带的东西就是会潜意识的认为这个男人有点东西，甚至有时候他一开始还跟你生气跟你吵闹，当然你们有过几次之后就会发现，好像他们会因此而更在乎你。你们要知道，我见过太多的兄弟，职场上真的那叫一个狼性文化，杀伐果断，但是只要遇到心动选手，特别是那种自己从来没有喜欢过的啊，立马就退回成了那种求爱的小孩。但是女人是永远不会爱上一个 boy 的，她渴望的是一个 man， 这跟真诚是一个道理，是比较反常识的。很多兄弟张嘴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会对你好的，说完了之后呢，女生会得到什么？空气。真诚本身是并不值钱的，它只是一个承诺的载体。就比如说我真诚的说我要送你套房，你狂喜啊，你很开心啊，然后我也真诚的跟你说我要揍你一顿，那这个时候你是只想报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核心永远是真诚背后的筹码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你这个男人是一个软蛋，是一个依赖女人的男人，是让女人占据主导地位的，那我跟你讲，你越真诚，女人就会越烦。因为你的真诚就像是拿着一份必亏的终身合同，疯狂的劝他梭哈下半身，换你，你敢签吗？所以说啊，男人千万别当软蛋。你想要主导关系，一个呢就是得系统性的提升你的主导力，第二个呢就是要学会犟，把主导权抢回来。怎么犟呢？分2步，跟自己犟，跟女人犟。先说一下怎么跟自己犟。记得要玻璃心，别对自己要求太低，他冷淡拒绝你，这也太正常了，扛住就行了。别摆出一副痛苦好像是求怜悯的样子，女人只会在她状态好的时候施舍你一点点同情，但她转头就会在分手时算清楚，她会嫌弃，哎呀，这男人是真没用啊。然后那些哎呀我受够了，我不想再解释了那种分手台词，其实也全部都是你一次次输出负能量而展出来的。当爱还在的时候呢，他能够忍你，当感情被你不断消耗完了之后，他只会头也不回的离开你。而这种软弱啊，全是下意识露馅的。就比如说你女朋友跟你说，公司最近有一个男领导在打听我的一个联系方式，多数兄弟呢他都会秒变侦探啊，这男的谁呀？啥职位背景啊？他想干嘛呀？让我告诉你们，兄弟，给我绷住了，一定要跟自己犟到底。哪怕心里都已经炸了，你也要继续干你手头的事儿，你就假装没有听见。如果说他追问你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，你完全可以告诉他，这是你的课题，如果你遇到了麻烦需要我，那我当然会出手，但除此以外我没空跟你讨论其他男人啊，这叫课题分离啊，兄弟们。你一追问表现得过度的在意其他男人了，那你就暴露你自己的自卑还有软弱了。而你需要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扛得住这种负面信息，不被带节奏，不输出垃圾情绪，这个才是跟自己犟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要比女人更犟。兄弟们，你们一定要听好了，跟女人一起呢，永远要坚信自己是对的，死死的攥住你的决策权。前期呢，你主导力不够啊，可能会被骂直男、大男子汉主义啊，甚至有时候你明明错了，你还必须得硬撑。但这恰恰是一个强男的必修课啊。因为任何时候男人跟女人博弈、拉扯、对决，甚至是争吵，都没有谁对谁错的。感情里永远是没有对错的，只有谁犟得过谁。
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，我大学有个室友，她谈了个男朋友是北方的，就是人长得很高大壮，嗓门也非常大，脾气很直啊，是很典型的那种直男。我经常听到他们在电话那头就干嘛，在咆哮啊，他干嘛就是经常说话都能把我室友给吼哭。那我们当时呢都觉得这个男人是不是有点什么毛病啊，就分了得了吧。可是我室友呢边哭边说，哎呀，他凶是凶了点，但是我跟他在一起我就会觉得很安心，我知道他是靠得住的，我也知道他凶我是因为在为我好。然后呢，人家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，两人感情真的是稳的一批啊。当然了，我讲这个啊，也不是说让你们去当直男，而是想告诉你们，在女人眼中，一个敢犟的男人，说明他有主见。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？靠得住。这样的男人，他就是女人跟着他才会有安全感，才会觉得安稳。所以说，感情这个东西啊，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复杂，就是看谁犟得过谁啊，就是谁在主导这个关系。而男人是一定要去主导女人的，因为从古至今，男人都要扛得住事儿，能够承担得了家长角色，这个家才能够够稳。毕竟从原始社会分工来看哈，那男人呢就是打猎养家，对家庭负责，对吧？而女人呢，本能就是慕强，对孩子负责。她得找到一个足够强的另一半，去保证下一代更好的生存。所以说白了，如果你犟不过女人，那么她的基因里面就会直接给你贴弱者标签，转头就会去找更强的男人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女人总是会去挑战男人的这个脾气呀，会去给男人闹情绪啊，试探男人的底线啊等等，本质上就是女人的基因里面的一个人性，她在检验你够不够强。当你发现她在跟别的男人去聊天的时候，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查她手机，你别去逼她认错，这些都是很弱的行为，也得不到任何的，就是起不到好作用吧，啊，只会让你们两个更加的对立。你完全可以告诉他，你有你自己的社交自由的呀，这个我管不了的。但我这个人在乎的人呢，绝对不会去做一些掉价的行为，更不会把我的信任当成消耗品。你不用争啊，不用吵，你就跟他去立好规矩，而且立好规矩以后，你必须要严格的去执行。你得犟得过他，你得坚持得住，你得降得住他啊。可能在前期呢，你会很痛苦，因为你的内心会很受煎熬。当然，如果真的到了后期啊，我说实话，你会爽到飞起的。因为他会打心底眼里服你，然后再去追随于你，而这种关系呢，他才会更加的长久和舒服，因为他会很清楚，天塌下来，这个男人他是能顶得住的。所谓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说到底啊，男人要够犟，不是说你要脾气倔，你要去跟女生去搞什么对立，而是说你要敢失败，敢自信，敢去拿主导权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犟啊。最后焦哥还是送你那句话，弱者才会困于情绪，强者都是利用人性做到关系。我是焦哥，下期见。